叫 Rachel，然后我的演讲题目是让普通人拥抱全面 NFT 化的未来数字人生。这是我的一些介绍。之前我是在 Gate.io 担任的是一个海外运营的一些职位，算是我的一个职业的起点。今天我在这边是作为一个收配的运营总监的身份，然后向大家推广Meta ID 这个技术，还有 NFT 市场。然后收配主要的一个创新是它起草了Meta ID 的协议，这是一个基于BSV 区块链的分布式的身份 ID。然后我们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 Meta ID 的应用，围绕 Meta ID， 然后提供区块链的解决方案。昨天我们的创始人冯总他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什么是MetaNet， 然后什么是 Meta ID。然后我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首先这边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一些传统的互联网。那大家可以看到数据是分割的，然后我们的数据是被这些大公司控制的。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应用为中心的一个互联网。我们 Meta ID 它想要实现的一个生态呢，是我们反过来了，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只要使用了我们的 Meta ID， 然后他就可以享受所有支持 Meta ID 这个协议的应用。然后，并且这个应用的数据呢是互联互通的，就是说所有这些间隔都是被打破的。那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用户为中心的一个生态。大家可以想一下，那这个对整个经济或者是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革新是很重大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我们小公司大公司它自己做大自己的蛋糕，然后就把用户的数据圈起来。这个的生态模式就相当于很多公司可以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它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Meta ID 目前呢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是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的。目前呢我们有1万多个 Meta ID 数，然后有超过400万的 TX。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现在很夯的元宇宙的概念的一些理解。先看第一张图，那是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还是什么，当时微软推出了一个叫 HoloLens 的一个技术，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兴奋，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象的未来的一个虚拟世界。那它是基于现实的，然后但是它又是给我们一些很兴奋的虚拟的想象。然后第二个经历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头号玩家》，应该很多朋友也看过。电影里面的情节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叫做绿洲，大家为了逃避现实世界，然后就躲在了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第三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Facebook 的改名变成 Meta， 然后扎克伯格向我们描述了他觉得元宇宙的样子。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呢 ，NFT 其实它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它本质上，我个人认为它是跟虚拟世界的一个物权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Meta ID， 它是想要给人重新赋予它的在虚拟世界的人权，那NFT 就是跟所有人的物权是相关联的小到一个游戏的装备，大到你的创作、你的文章、你每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 NFT。大家看到这幅画应该很熟悉了。市场上的 NFT 大多数都是跟艺术收藏类有关的，主要是以炒作或者是投资获利这样的目的来存在的。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元宇宙里面，那我们普通人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抓住这个 NFT 的浪潮？难道元宇宙就是一些非常酷炫的 VR 的渲染，然后并且是由 Facebook 这样的一些公司来主导的吗？当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被巨头控制的互联网，难道我们以后的一个虚拟的人生也是要被这些大巨头所控制吗？就是我这边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是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我们其实相当于租赁的一间公寓，然后我们随时可能会被赶出来。我们在这个公寓里面的物权其实是任人处置的，里面的东西并不属于我们。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拥有我们自己的一块地？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NFT on Show， 我们的基于 Meta ID 的交易市场。我们想要把这个虚拟的物权还给每一个普通的创作者。刚才提到的一个疑问呢，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地？那我想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解答。一个是普通人，就是我们希望整个市场是不会因为参与的人越多，然后费率越高的。我们希望70亿人都可以用极低的费率去使用这个市场去交易。第二个是权益型，我们可以依托广大的一个 Meta ID 的应用，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数字数据都可以转换成 NFT， 而不是只是艺术收藏类。第三是非垄断的，相当于我们不需要一个寡头来控制我们的NFT 市场，比如说 OpenSea 或者是 Rarible 等等，所有市场都是打通的，然后是一个无国界的全球市场。最后一个是打造链上的一个可信的 IP， 然后并且你可以因为这个获得收入。听起来好像有点难实现，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具体来说是怎么样做到这4点的。一个是70亿的用户承载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对比表，大家可以看到 NFT on Show 是基于公链的，然后基于 BSV 公链，所以 BSV 因为它是可扩容的，所以它可以承载这么高的一个用户数，并且呢，不同的市场它是可以互联互通的，这个后续可以讲到是怎么样具体互通。第三是 NFT on Show 上的 NFT 是完全上链的，那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OpenSea 或者是 Rarible 等等的这些 NFT， 它的数据的所属权 ，NFT 的所属权可能是在链上的，但是 NFT 它本身它是储存在线下的，是中心化的储存，但是我们的 NFT 是完全上链的。我们有一个功能性的 NFT 是基于Meta ID 应用来服务用户的。最后我们有一个 Meta ID 的认证体系，相当于你拥有了这个 Meta ID 的身份，你的所有的过往的链上的数据都是归集在你的这个身份 ID 下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是需要为你的链上的言论、链上的创作而负100%的责任。我们的铸造的费用还有交易的费用都是可以平均0.1美元以下。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去中心化的身份体系是怎么样支持NFT on Show。首先在过往的1-2年里，我们开发了大概20多个的 Meta ID 应用。目前 NFT on Show 有3类的特征的 NFT， 一个是图片，一个是实物，还有版权。这是第一个应用的事例。我们开发了一个叫 Show Talk 的一个群聊应用。这个应用性的 NFT， 它实际上就跟以往的艺术收藏类就截然不同了。相当于如果你持有了一个特殊的 NFT，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群聊，然后这个 NFT 就是进入这个群聊的一个凭证。这个即将是在12月的时候会上线。然后第二个事例是我们开发了另一个类似 Instagram 的一个应用，叫做 Show Moment。这些应用全部都是上链的。当你使用了这个 Show Moment 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立刻把你的图片、视频等等铸造成 NFT， 然后添加 NFT 的信息等等。当你铸造完了这个 NFT 之后，你还可以转移你这个 NFT， 因为我们每一个点赞或者是每一个 comment 都是你可以获得收入，因此你还可以把这个收入的权益铸造成 NFT， 然后转移出去。这个是第3个应用，这个是一个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爱好者开发的一个游戏，它就是大头鸟的 Flappy Bird 的一个仿版。然后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发行方式非常有趣。首先，它是以一个 NFT 卡的一个发行方式去发放这个股权的收益，然后通过NFT on Show， 它可以每天去历史分红，然后设置分红的时间，然后分红的一个金额等等的，然后当这个股东持有这个收益卡的时候，就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游戏的分红。
第3点呢是 NFT on Show， 它是一个无界限的全球市场。具体是怎么无界限呢？目前我们的 NFT on Show 是 base 在中国的嘛，我们其实有另一家 base 在日本的公司，它也想要打造一个 NFT 市场。那它可以完全使用我们的 MetaID Protocol， 然后在日本本地打造一个他们独立运营的、独立推广的一个市场。当用户他在我们的 NFT on Show 铸造了 NFT 之后，上传了，然后他这个 XSkype 日本的这家公司，它可以直接读取 NFT on Show 上面的数据，相当于数据是真正的互联互通。然后其实大家这样看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你想到假如我们 NFT on Show 费率很高，或者是甚至我们某些原因倒闭了等等的，那你可以再选择另一家公司，你的数据是完全在链上的，然后你的数据也不会受到这个应用公司的一个控制。这个就是对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想要把用户的数据的权利付还给他们。第4点就是打造链上的 IP， 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基于 MetaID 的一个特性。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以在收配获得认证，那这个认证是中心化的，因为我们是需要去审核你的 KYC 等等。但是不同的平台也有不同的认证方式，所以本质上它还是互联的。然后当你在 NFT on Show 上面想要售卖你的 NFT 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的各类应用去打造你唯一的一个人设，因为你是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MetaID， 因此你可以在上面发布你的类似 Twitter 的贴文，然后你也可以发 ins， 然后也可以再加入社群去和我们的社区的用户互动。这些数据其实本质上都是你自己个人拥有的，所以你会更加想要去打造一个可信的 IP， 你的每一个言论都是上链的，都是需要付费去使用的，所以整个生态来说是更有利于一个创作者他想要去推广他的一个形象。简单总结一下，互联网是应用他所拥有的数据，然后MetaID 是让每一个独立的自由人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数据。而 NFT on Show 呢，是每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他可以在上面交易他们独特的所有物。然后NFT on Show 其实它是一个很新的市场，我们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推出的，所以现在主要还是我们的比较忠实的社区的用户在使用。但是它的一个可扩展性，就是很像BSB 的 scalability， 我们的NFT 市场也是可以扩展的，只要是支持了 MetaID， 其他的公司都可以来直接参与我们的整个 NFT 市场的建设。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运营者，独立的团队。比如说这家MetaSoft， 还有这家 NFT XSkype。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MetaBot， 是我们的第一个商业化的尝试。它是一个可扩展重组的功能性的 NFT。为什么我们设计了这个 NFT 呢？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我们的 MetaID 还有我们的 MetaNet 有一个视觉化的一个符号，一个呈现，然后它代表的是一个互联网的新旧交替的一个精神。为了让这个NFT 更加有玩法，然后更有意思，我们设计了它的一个故事背景，叫终极 MetaBot 3部曲。然后我们设计了15个终极的 MetaBots， 然后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一个精神的概念，还有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它的特殊点是在于，这是第一个是可以两合成的 generative 的一个NFT。当你只有2个 MetaBot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合成第2代的 MetaBot， 然后最终合成终极的 MetaBot。我们把这个 MetaBot 设置成总数是 MetaID 总用户数的1/10。目前最高成交价有100多的 BSV， 在我们的社区也兴起了一个换 MetaBot 头像的一个热潮。
MetaBots 的一个特殊的点呢，在这里也可以体现。如果你是一个正版的 MetaBot， 那我们的应用层就可以把这个头像加上一个特殊的一个外框，那这个跟其他的 NFT 也是差异很大的，相当于它这个 NFT 是一个跟应用它本身的功能挂钩的一个 NFT。然后第二代的合成呢，总合成次数有3000多次，然后铸造了接近2000个的第二代的 MetaBots。这里是一个简单的路线图。我们经历了第一阶段是售卖了999个 MetaBots， 第二个阶段是合成了接近2000个二代的 MetaBots。第三个阶段我们会进行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空投，然后这个正在规划中。第四呢是针对这个 Meta ID 进行 SocialFi 的一个赋能，比如说群聊的凭证，这个我们应该计划是下个月可以上线。然后比如说是新功能的一些优先的体验权等等。最后的一个阶段是我们会把它以一个 IP 来去打造，然后并且 MetaBot 的持有者可以作为一个版权的持有者，享有相应的一些利益分成。最后我们希望 MetaBot 它可以变成是下一代互联网先行者的一个象征。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些未来的计划吧。这个 NFT 市场很新，但是我们对它是充满希望的。然后短期内我们会去推出一个创作者的入驻计划，还有一个通证的奖励。然后在12月左右，我们会进行一个全范围的收的，还有 Meta ID 的一个推广的计划。然后我们预期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用户的增长。最后我们会继续跟更多的 NFT 市场的一些有志之者吧，然后一起来合作，不仅是开发 NFT 市场，还有开发更多的应用来支持这种创新型的 NFT。总结来说吧 ，Meta ID 加上 NFT on Show 就是链上的人还有链上的物，所以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然后并且它是可以跟现实真实对应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跟其他团队开发者合作共赢的，是一个价值自由流动的一个链上的物权交易世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是扫这边的码，进入这个 NFT on Show， 然后成为我们的一个创作者，体验用低费率去铸造 NFT 的一个应用。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社群，你进入了这个收到 SV， 或者你直接输入收到 SV 就可以使用我们所有 Meta ID 旗下的应用。我的演讲到这边，谢谢。